面的这个景色美不美？拍绝美自驾。好的。这次我们从皇后镇开回基督城，途中经过提卡坡，这一集就带你看看这一路要怎么玩。那我们现在呢来到了一家三文鱼养殖场，这家店是在从皇后镇开到提卡坡的路上。我们点了3样东西：三文鱼刺身、三文鱼的寿司、烤熟的三文鱼串。给大家看一下刺身这样子，我觉得是好吃的，但也没有那么好吃，吃不出来跟日本三文鱼有什么差别。我们先来吃一下这个寿司，不太香。上哪大酱？寿司我觉得一般，现在来吃一口这个熟的三文鱼串，因为我撒了一点柠檬，所以感觉这个味道还是比较清新的，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嫩的。但是味道上我就觉得没有什么特别的，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们在日本吃惯了这些，所以没有觉得它特别。不知道国内的朋友来会觉得特别好吃还是怎样的。如果你有品尝过的话，可以在下面留言或者是发弹幕给我。Hello， 大家，你们看我后面的这个景色美不美？真的是绝了，我觉得就是美到无比语的那种。那我们现在呢是来到了另外一家三文鱼的 shop， 我们现在还没有进去买哦，因为被这个美景给吸引了。然后我后面这个呢就是普卡基湖了，你看特别蓝，我保证这个片子是原片，没有加任何滤镜哦。我觉得其实你不来这个三文鱼店买东西吃，在这边停下来，它的这个风景也是很值得的。Hello， 大家，那我们现在已经买完三文鱼了。它这家店其实没有什么太多的种类，基本上就只有三文鱼卖。我们买了2个100克的，觉得还是有点买少了，给大家看一下。我这个已经吃了接近一半了。我觉得这家店的特点主要还是在于这个景，你可以面对库克山，面对这一片美景来吃三文鱼，就相当于是一个味觉和视觉上的双重享受。三文鱼上面可能区别不会很大，最主要的是你是想要体验美景，还是想要吃更多好吃的东西吧。拍绝美自驾。新西兰这条80号公路真的很适合自驾，一路上的风景真的会让人忍不住一直拍视频。而且这条路沿途还有一些展望台和停车点，很适合边开边停慢慢看。虽然我们这次没有要去库克山，这条路也不算顺路，但还是特意留了一点时间给它。那么大家觉得这条路的景色美吗？觉得美的话，可以把美打在公屏上哦。大家，那我们现在来到一个展望台，我后面就是库克山和塔斯曼河了。我们刚才一路沿着80号公路开过来，这个路上的风景真的是绝美，因为你是一路上朝着库克山在开，所以你一边开，你一边就能看到库克山还有普卡基湖。所以如果说你是自驾来这边，我真的强烈推荐大家一定要来开一开这条公路，你一定会不虚此行的。我们来到一个普卡基湖的 viewpoint。普卡基湖是新西兰南岛很有名的冰川湖，最特别的就是它这个颜色。天气好的时候，湖水会蓝得特别夸张，真的很像开了滤镜一样。配上远处的库克山，这画面真是绝了。Hello，
大家，那我们现在已经来到 Tekapo 了。接下来我们不是在库克山还有布卡基湖那边嘛？开到 Tekapo 路上停了一些拍照点。我们今天的住宿没有定在 Tekapo 的市中心，因为我们订的时候已经订不到了。今天订的地方是离这个镇上有20分钟车程的一个 motel。check-in 完了之后，现在来这个小镇上面吃晚餐。我们今天找的是一家 Google 上面评分还蛮高的，大概4点几分的一家餐厅。但是进来以后就发现它的 menu 有点太少了。我点的是一个红酒煮牛夹肉，我觉得这个味道还不错，牛肉还煮的蛮嫩的，红酒它的味道也是淡淡的那种，不是很浓，会抢掉味道的那种。一会儿吃完饭，晚上我们要去拍星空，希望今天能够拍到不错的星空吧。OK， 那我们刚才已经去好牧羊人教堂踩过点了，大概看一下晚上在哪儿拍星空比较好。现在我们准备去挪车，因为刚才把车停在稍微离得有点远的地方，现在准备把车挪到教堂这边，方便晚上晚霞特别好看，粉紫的那种。由于晚上太暗，就没有拍视频，给大家分享一下我拍到的星空吧。Hello， 大家，今天又是新的一天。我们今天要从 Tekapo 开车回到基督城了，因为今天是我们在新西兰的倒数第2天了。早上我们先去一些昨天没有去到的点，比如说约翰山天文台啦，还有牧羊人教堂，还没有正儿八经的去那边拍过照，然后再分享一下昨天的星空拍摄。昨天我们运气还不错，看到了算是很完整的星空，银河也看到了。我们去拍的时候大概是12点左右，当时还是有挺多游客在那儿的，不过大部分都集中在牧羊人教堂的前面。我们是去到牧羊人教堂的后面去拍的，人就相对少一些，拿三脚架在那儿拍的，相对专业的人会多一些。牧羊人教堂前面会有车灯，有些人可能会打手电筒，还是会有一些光污染的影响的，所以我推荐大家可以去到后面去拍。昨天我们也确实拍到了比较好看的银河的照片，但感觉比较遗憾的一点就是当时只顾着拍照了，没有好好的去欣赏一下星空。本来我们想说再另外找一个点去拍一下，到了以后感觉那个地方也不是很适合拍，而且它这边其实有很多的观星团，如果以后有机会，我觉得可以来参加，可能会更加的有趣一些吧。但是我觉得我们这次只待1个晚上就看到了星空，这一点我觉得还是蛮幸运的。Hello， 大家，那我们现在来到了约翰山天文台这边，它这边有一个咖啡店，我们在这边来吃早午餐。上这个约翰山是需要交8刀的，相当于过路费吧。它这个咖啡就开在山顶上，所以你看我后面这个就是卡坡湖了，面对着这一片美景在吃早饭，我觉得还是蛮惬意的。我点的是一个柠檬和树莓的蛋糕，吃起来还可以，酸酸甜甜的那种感觉。另外点了一个热巧，上面竟然有图案，而且还是一个星球的图案，我觉得还蛮符合这边的特征的，算是一个小惊喜吧。约翰山天文台算是 Tekapo 很经典的一个点，很多人白天会上来看风景，晚上也会因为这里的观星很有名而特地过来。而且下山的时候，湖景会从不同角度在眼前慢慢铺开，真的是美已经说累了。Hello， 大家，那我们现在来到了好牧羊人教堂，就是我后面这个。白天的教堂人真的是非常的多，比我们昨天晚上来人多得多，好像还有团体课。拍照也不是很好拍。我现在后面的这个就是Tekapo，昨天傍晚我们有来过，但是没有看过白天的风景。其实我发现我们去的这几个湖都是那种特别蓝的，后面都是有一些山啊什么的，好像都差不太多，但是都还蛮美的。你看这一片哦，感觉应该是鲁冰花吧，但是现在已经谢了，所以就有点遗憾。已经回到基督城了，刚才已经去今天的住宿 check in， 也把车还掉了。
现在我们来到市中心来吃晚饭。今天选的这家餐厅是看到小红书上面有很多人推荐的一家。这家餐厅的特色是鸡尾酒，我和Z先生就2个人各点了一杯。我这杯是一个竹子造型，它喝起来是有一点草莓那种梅子的味道的，还不错。Z先生他那杯造型非常的独特，但是我尝了一口不是很喜欢。据说他们家这个意面也是蛮出名的，所以我就点了一个虾的意面。那它这个盘子里还是有挺多虾的，这个面吃起来稍微有一点辣辣的味道，我觉得还蛮特别的，味道是好吃的。这个辣是一个点睛之笔，虾也特别的嫩。Z先生说他点的汉堡也不错，所以这家店的味道我觉得总体来说还是不错的，推荐。